修仙500年，终会凡胎。可8年后，婉儿就会再遇天堂。8年，若本存在，还可待我寻一处灵力充足之地，重新吐纳，总有恢复的一日。可本尊也因元神崩溃受到了牵连，在楚国陷入了沉睡。或者找此地修真门派，借其灵气浓郁之处修炼。不过以我现在的身体，又如何能进去？到底要怎样才能破解封印与意境的禁锢？这方圆百里啊，仙人咱惹不起，但凡人的地界上，就是官府也得敬着咱们。偏偏天威镖局没眼力见儿，想要不要不要？今儿啊，就让他们知道规矩。这天威镖局怎么也想不到啊，咱会在这里见上他们。老大真高明啊！这时辰也差不多了，都准备一下去。好嘞。哎呀，这丑模样倒是个当诱饵的好材料啊！小子，算你倒霉了！瞪什么眼？好了，来了！可别！你给我杀！别你！不抢！大当家的回来了，开山门！大当家的回来了！快！大当家亲自出手，收获就是不一样啊！又够快活一阵了。去整几坛好酒，让弟兄们今天喝得痛快。好嘞。给我小心了点啊！把那小子扔进水牢里，养上几天，下回再用。知道。原来失去了一切的修士，比之凡人都不如。婉儿，此一别道阻艰难，但我定会破除艰难万险，回到你身边。得需灵力才可拨开禁锢，恢复修为。这是真的是灵气，这水中竟有灵气。若能引灵气入体，便可从此处脱困。引气入体，灵气归元。
这是啥呀？老大，这是俺从那个臭小子身上搜出来的。这难道是天蚕丝？我还不信了。宝贝啊，这才是真正的宝贝啊！是，哎，这宝贝要是再多弄几个，连成块做成衣裳，那不刀枪不入了？不知道你臭小子是从哪儿弄的，我去问问他。老大，就是这儿。老大，水里像是有东西啊！有个屁东西！快把他捞上来！你是什么人啊？那日你断我四肢，不是哪儿？是他就敢干了！你找他一命，是俺永远不是配角。我操！仙人，我错了，你放了我吧！财宝袋子都是你的，饶命啊，仙人，饶命啊！剩的这点灵力，杀他不够，但打开储物袋却够。魂兽，妖怪呀！此处何地？回仙人，此处是披露国火云寨。把地牢刨开，挖成小潭去几天？三天。一天就可以做到。开始吧。仙人，都挖好了。从现在起，任何人不得离开山寨。退下。是。此地显然并非灵脉，为何这水中却有灵气？极品灵石，难怪。需用5块极品灵石封印，这骸骨生前定是法力通天，还是不要轻举妄动为好。这画着我一直无法参透，连当年仙一族木叶都为他所动，其中定有不可估量的力量。此处水牢
你们是如何发现的？禀先生，此处多年前就是片荒山，一次地龙翻滚，山体碎裂后才出现这么个地方。之后大当家觉得这是个关人的好地方，才有了这水牢。那尸骸到底是谁？与这画轴有何联系？这紫光又是什么？罢了，此事急不得，眼下要抓紧时间恢复修为，破除禁锢。刚在灵气的强硬冲击下，强行从外将禁锢破开了一些小缝隙，然此法已不可再用。此禁锢不光限制灵气进入，还会吞噬灵力。若要破开更大的禁锢裂口，唯有积蓄体内灵力，提升修为，到时体内外灵力夹击禁锢，方可进一步破局。6个月的时间，只恢复到了凝气6层。这封印与意境的结合果真霸道。是时候冲击禁锢了。禁锢的吞噬更强了，灵力撑不了多久。这样下去不行，若要进一步打开禁锢缺口，为今只有一法：吞下仙域，以毒攻毒。3、2、1。小点声，别吵到仙人。此次突破，插痕消散了1/10，封印也有所松动。储物袋的许多法宝可以勉强使用，再加上纹兽，只要不遇到化神修士，便不会有危险。无论如何，7年内也要恢复修为。极品灵石有限，若想进一步突破，还需另寻一处灵气充足的地方。炼魂宗，朱雀大陆披露过3大宗派之一，那里的灵气定然充足。据说炼魂宗是披露过最神秘的宗门，从不主动收徒，皆是愿者上钩。只要在开放之日上缴灵石，便可获得一处洞府修炼。护山大阵，何人擅闯我炼魂宗？拜见前辈，晚辈多有冒犯，此次前来只是想拜入炼魂宗。你是哪个门派的？弟子是个散修。散修能达到筑基期，倒也不易。不过我宗收外围弟子的时日早就过了，你明年再来吧。前辈请留步，弟子多年前偶然得到一把好剑，一直没舍得用，还请前辈收下。这小子竟能有此等宝贝！此物从何处得来啊？多年前，弟子曾帮助过一个结丹修士，在他受伤之际为其护法，他伤好后便将此剑送与我。可弟子修为不够，无法使用。好吧，老夫看你修行不易，便破例子。恳请我
炼魂宗内禁制极多，你若是走错了，我可不救你。多谢前辈。如御前所说，此处灵气果真比外界浓郁数倍。用如此多的灵气，供成千上万的外围修士修炼，真是罕见的大手笔，倒也正合我意。长兄，长兄，来了来了，喊什么？我路上遇到一个小辈，长兄收他为外围弟子可好？你红毛子都发话了，我岂能拒绝呀？那人就交给你了。我这次出山，收集了上百冤魂，正好能把魂幡练出一个主魂。等练完后，我过来找你吃酒。红毛子这无利不起早的性子，你可给了他什么好处？回前辈，是一把剑。既然如此，那这1090洞便归你吧。1年1块中品灵石。此洞府灵气稀薄，多半是条废门。前辈，弟子想换一间灵气更充沛的洞府。修道之人最忌贪快，你如此修炼，道基不稳，此生不会有结丹之日。晚辈还有一事请教，红毛子前辈刚所说的魂幡是何物？你可知，我炼魂宗内门弟子虽只有几百人，却能与毗卢国其他门派势均力敌，是因什么吗？因这魂幡。正是，魂幡乃我宗特殊法宝，其中玄妙只有内门弟子可知晓。想当年，我一路厮杀进内门，却因在结丹初期停留太久而被取消了身份，落得个外围管事。不知前辈可否透露一二？你现在还没资格。外围弟子每隔3年有一场万人大比，决出1人进入内门。你若想知道，自己去试。是晚辈见人。你叫什么？弟子名为青木。好了，跟我来吧。找了这么久，却没发现他的一丝气息，难道真遇到了不测？房号越小，表示灵气越多。看在红毛子的份上，我可是给你选了个灵验之地。多谢前辈，晚辈日后定多多孝敬。外围弟子数以万计，能入内门者万里挑一。炼魂宗却还要耗费大量灵气滋养众人，究竟意欲何为？恐怕不只是培养修士这么简单。灵眼吗？借由坤晶岩汇集灵气，再用聚灵阵防止灵气外扩，倒是个伪造灵眼的好方法。不过若能解开禁制，直接接触坤晶岩，冲击筑基后期倒也够用。以我现在的修为，要想破除禁制，虽有难度，但未尝不可一试。破！
气耗尽了。也不知此时婉儿那边怎么样了。还有7年，我必须加快速度，找出灵眼之地，才能彻底将禁锢破除，解除封印。此处应该就是最接近真灵眼的洞府，但有人在内。青木，前辈，筑基大圆满，此人天资平平，却在短短3个月内从筑基初期一跃至此，身上定是有什么逆天法宝。又或是修炼了什么玄妙功法，怕是下次相见，我便要称呼你为道友了。元神崩溃后，我无法隐藏修为，倒让这结丹修士看出了端倪。此人日后定是个麻烦。此地人杰地灵，晚辈日夜吐纳，也是侥幸成功而已。你若能成功结丹，3个月后的宗门大比便有极大的可能获胜。若到时你真进了内门，可要时常回来看看呀。啊，对了，我要提醒你一句，炼魂宗大比的规矩只有一个：成王败寇，只要能赢，生死不论。多谢前辈提点。若能从青木口中探出快速修炼的方法，定可重回内门。奇怪，怎会不关门？不过一个小小筑基，捏死他易如反掌。来了，秦牧，快把你修炼的诀窍交出来！我若不，你没得选。外围弟子的死活，宗派根本就不会过问。你交出来，我还能少你一条生路。否则，你果然有不少宝贝，今日都是老子的了！这是什么东西？不能杀我！我可是外围团师。外围弟子的死活，宗派不会过问。你绝不可能只是筑基期，你到底是谁？我是谁，你不配知晓。
脉跨，此地灵气浓郁，形成了一股天然灵威。借此来打破封印，再合适不过。破！